OK，在这里呢，我将会跟大家讲关于 Nuendo 14它的新 improve 功能 ，OK， 它有翻修过的功能。那一开始来说的话，我们在调整这个audio events 这个声音音块的音量的话，我们有旧的方式就是在这边 volume， 它这是有保留的哦，哈，就是我点它，然后嘞，我就直接用我的那个滑鼠的中间的滚轮，然后我就上下。Right， 那是之前的做法，但现在嘞，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yes， 当你在调整这个时候嘞，它的音量就会跟着变大或者是缩小。OK， 好，那除了这样以外嘞，我也可以甚至点它，就点这边的数字，然后我可以说 Yo back to zero，right， 然后它就回到 zero dB。OK， 这个在你再去调整音量的时候会越来越快。OK， 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在于说是我每个这个部分，就是说它的音量其实它现在让你能够用range two。OK，range two 就是范围的工具，就是选择范围的工具。然后你看我这边去点说 B 好了，OK， 好 ，Section A， 然后你看我点它的时候嘞，你看我可以这样子，OK， 我要这里，然后我可以这样子。See how cool is that？ 但我们在做这些调整的时候，那是一定的。那因为有些可能会比较小声嘛，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把它放大声。OK，now that is cool。或者是我也可以直接就换到这边，OK， 换到这边 ，Draw 用它的铅笔，就是点线式的方式来。我们点它之后，我也可以这样子再点它，然后调整过来。然后我在调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音波就会跟着放大或者是缩小。而这个音波来说，就是我们的英文的 envelope。OK， 就是它的所谓的它的音量的音波在这边。Now that is very cool。那除了这以外嘞，它还有另外叫做 audio segment。Audio segment detection。那我们在讲一些东西上，1、2、3、4、5，或者是今天我怎样怎样，我们这边先听一下好了。我现在讲的是中文，我们来看新功能是否可以帮我转成中文字幕。所以你听到我在这边讲，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中文，我现在讲的是中文。那 audio segment detection 就是它会帮我去侦测我是哪一个线在哪里，在哪里，讲在哪里。那它怎么去 detect 的呢？第一个你要先做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先到preference， 然后 preference 呢在这边有 editing， 然后我们到 to modifier。OK，to modifier，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去选择 range two，OK， 就是范围选择工具，然后我们点它之后，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 audio segment editing？ 然后这边我已经事前先点它，然后我这边这样子，我点这里，点这个黑色，然后去把快捷键input 进去，快捷键去把它输入进去，所以我就 Shift， 然后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点它，然后按 Control， 然后按住 Control Assign。OK， 但是因为这边他会讲说，它的就是我的 Control 已经用在于上片这个Align to Event Start， 所以当然我这边就选择用这个 Shift， 因为 Shift 没有被选到，所以我就选择 Shift。OK，All right， 虽然按 Apply，OK。然后呢，在这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如果我要选择的话，right， 然后我可以这样子点它，不用点，其实不用点。然后你看它，我就这样子按住我的 Shift， 有没有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它让你去选择每个字，然后也许我说我现在，所以我这边听一下。我现在讲的是中。
我现在讲的 OK，那如果我这边讲的 OK，按住 Shift，然后嘞，我说这里这个部分，那如果我要把这个调大的话，我可以这样子，滑鼠移到这上面，然后我就这样子。抱歉，因为我没有按住，所以按住你的 Shift 调大，我可以到这边再调大，太大了。This is fun。然后我可以这边可能太大了，有些字的尾音你会觉得太大，然后你按住你的 Shift，然后可以这样去调。That is so cool。Man，然后嘞，还是一样，照样，你就可以点这个铅笔，然后去做调整都没问题。然后我也可以这样子，Man oh man，这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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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的功能。OK，好，a brand new improvement。All right，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它的 Media Bay 其实也超酷到爆。以前的 Media Bay Preview，就是拿来去听你的，就是本地，本机电脑里面，可能你的 D 槽或者是 C 槽，反正你放你的任何声音在什么槽，你可以。就是去聆听到底，尤其像音效之类，你可以去聆听说，OK 哦，它有什么样子的音效放在里面。但 Media Bay Preview 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所以我现在把 Media Bay Preview 叫出来，然后它的预设值是 F5，所以 F 我这边就叫出来，然后呢，我可以从这个里面去选择我要的音效，OK，去选择我的音效，然后嘞，在这里，如果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声音的话，没关系，在这里你就可以先把它点一下，不要呈现白色的，点一下，然后我这边可以大概听一下，但是我不要选择太恐怖，就是那种太大声的，所以我大概这边点一下。OK，然后当你在做这个时候嘞，记得这是要选择的，这是预设值是没有选的，你选它，OK，然后嘞，你看我的滑鼠哈，我的滑鼠到上面是变成铅笔，那我可以想说，OK，我就使用第一个这个音效，然后把它弄个范围出来，OK，然后我就让它就是一直在这个音效上一直循环，然后嘞，在这里基本上你要点这里。这个 Tape Machine Style，我们可以点它，然后这个超酷的，你看哈，我怎么做？我这边就按 Play，然后我点它，然后我可以去调整它的速度。OK，如果我喜欢这样声音的话，Yo，what am I going to do? Easy, easy peasy。你看到我这先把它拉到旁边去，然后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我直接把它这样子按住我的滑鼠的左键，然后把它拉到这边来，bada bing，bada boom，right there，OK。然后你要的就在这个地方，OK 啊，你刚刚所调整的音效就放在这个地方，我这边按 Solo。然后在这边我可以听一下。Now that is so cool。接下来这个功能超酷的 ，OK，这个叫做 Dialogue Transcription。如果你是在做 Podcast，或者是你是在录音的话，然后配音员临时需要稿子，然后你稿子没有在手上的话，this will save you. Okay, it's absolutely cool. That's all I can say. Cool. All right. 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看它能够帮你做到什么。OK。不过一开始来说的话，我们先看这个地方。我现在在你 Windows 14里面，然后嘞，我这边直接先打开来，在 Project 底下，然后这边有就是 Dialogue Transcription 在这个地方，OK，
好，那 dialogue transcription 其实它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它可以帮你把语音转成文字。How cool is that? OK， 好，然后呢，在这里这个部分有没有看到这边有mode？这边 mode 它是有所谓的 fast，OK，、快速的 balance 就是没有那么快，也没那么慢，中间。我知道我在讲废话，OK。然后第三个是 accurate，就是正确的。那这三个就会花时间，花的时间是不一样。Fast 就是 fast，balance 就是一般的速度，然后 accurate 就是需要久一点的时间才有办法可以，就是一定要帮你确认它的这个 AI 需要帮你确认。OK，好，但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它才可以正确的去秀在字幕上面。All right，不过嘞，在一开始的预设里面，这个 balance 跟 accurate 是没办法点的。那是因为你需要下载一个东西才有办法。那下载什么嘞？我这边先跳到一个地方去 ，OK，这是叫做 Stember，OK，Stember Download Assistance。然后这个只要你有安装任何一个，现在就是在Nuendo 或者是 Cubase，就是在于11之后，这个基本上都会自动帮你安装起来。然后你需要到这边来去下载一个叫做Dialogue Transcription AI Model。OK， 好，那这个东西你需要去下载，所以那个 balance 跟 accurate 这两个才有办法可以使用。所以当你进入到这边之后嘞，我们点向 New Window， 然后点 New Window 14，然后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Dialogue Transcription AI Model？然后这旁边有个括号是 optional， 然后我一看到 optional， 我就想说 No way man， No way， 为什么？因为 this one is must have，it's mandatory， 是必须要的。因为它就是可以帮你把语音转成文字。How cool is that？ 然后这个花你大概5点多 gigabyte 去做安装。你安装完之后呢，你可以重新开启你的软体，或者是你可以重新启动你的电脑。Either way， 你一进去之后，那你就会跟我一样，在这边的 balance 跟 accurate 就可以做使用了。Now that is really really cool. All right， 所以我这边也准备一些东西，就是不是东西，对不起，我准备了2个，就是audio events， 我们所谓的声音音块。那第一个就是 English transcription， 第二个是 Mandarin transcription。我们这边来听一下。This is English, and I speak in English for dialogue transcription. 我现在讲的是中文。我们来看新功能是否可以帮我转成中文字幕。OK， 所以of course 这个是我录的，这个是 AI。OK， 好，我录的跟他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他的比较好听。Anyway，OK， 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我会先测试 English transcription 给你看一下，一样照样到 Project。然后嘞，再到那个dialogue transcription，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点选 balance，OK， 点选 balance， 好，然后在这里 source channel，you don't have to change it，don't have to change it， 然后这边有marker setting， 因为在这个里面，它需要把它丢到在 Nuendo 里面，字幕都是在 marker 里面。OK， 所以 marker 就是它会有标号，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标记在那边，它会产生个标记，然后标记里面就会有字幕的资讯。那这边就是 add transcription in select marker，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 marker 在那边的话，那 of course 你就直接点选这个。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just like me，then 你点选 add new marker for each sentence。OK， 然后 marker track，OK， 它就会帮你建立。然后这边就是 for dialogue， 这边你可以做选择，但目前为止就是用它的。OK， 那当我在做这个时候嘞，你得要看我怎么做咯。
我点这个 English transcription， 我点这个 event， 然后嘞，我按 P， 你需要有这个出现，因为它是跟 marker 有关，这个选取范围它是跟 marker 有关。然后嘞，我直接点 Start Transcription。那它这边结束之后嘞，有没有看到底下它说 Estimate time remaining， 然后这边正在 calculate。OK， 他在帮你计算，他在帮你去看刚才那是什么字。OK， 要帮你生出来。乌啦啦，我们来 check it out， 在这个地方，这边就有出现 markers，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markers 轨道。然后嘞，我这边先拉上来，这边就是 transcripted， 就是已经帮你生出文字出来。我们点它之后，有没有看到这个 dialogue？ 这边就是写说 This is English for dialogue transcription。OK，All right， 那我要怎么去正确看它呢？我就直接到 Project， 然后 ADR。然后我这边点选 ADR 的右下角，这边有个就是 ADR Setup， 我点它之后，然后这边在预设的时候它是没有打勾的，你可以把它打勾。然后我这边按 F8 把这个画面叫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状况。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显示 This is English and I speak in English for dialogue transcription. Man oh man。Isn't that cool? Cool about? Alright， 然后在这里嘞有个很好玩的一个点，在时事的 ADR Setup 里面，可以它有提供更多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嘞，你看哈，在这里，我点它，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的字？然后太小了 ，No problem. Text size. Let's make 100. Oh, too big? That's fine. Let's make 60%. Okay? Oh, still big?That's problem 40， OK 就可以到这边来 ，right？ 然后嘞，我还可以点选 text color 去看我要什么样子的，我可以点选说OK 黄色或橘色呀，橘色 OK， 然后按 OK，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橘色 ？And 我这边还可以做 text background colors， 这边点。说我的后面的背景会是什么？背景的颜色是什么？我可以点选它白色，或者是 Sure 白色 ，No problem， 按 OK， 有没有看到？Too shine， 所以不要忘记去学颜色美学。OK， 好，Don't do that， 我就直接给它选另外一个颜色好了。来 ，OK， 不要太白，有点灰好了，Either way， 按 OK， 然后这边就 This is English。I speak in English for dialogue transcription， 然后我还可以把后面这个 background， 它有 background opacity， 就是我可以去选择它到底是能见度在哪里。Now that is cool， All right， 然后嘞 ，OK， 我们刚刚测试过那个英文的 ，All right， 那中文嘞，来，一样照样，我们来去做。这个中文这个部分，然后嘞，一样我点它之后按 P，OK， 然后一样这边就是 balanced， 然后就 start transcription， 点 ，All right， 所以现在它在 estimate time remaining， 一样照样需要时间去做延伸，所以我们就稍微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不会给我对的字幕 ，OK， 你看它现在生出来咯。它生出来了，我这边点它，这边有出现咯 OK， 那我们来看这个 ，OK， 我们来看它一下，看它的状况在哪里。所以点到这边来，乌啦啦 ，OK， 那这边是简体中文 ，OK， 但没什么关系，因为都会有其他的就是像你可以用 sub edit 那些 subtitle edit 那些之类去把它去转一下，转成繁体中文版，或者是你丢到 Word 里面都可以转。OK，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哈，我们来听我刚刚怎么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字幕。我现在讲的是中文，我们来看新功能是否可以帮我转成中文字幕。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如何？是不是有一种的感觉 ？Man， 这个就是 Windows 14其中一个最屌的 AI 技术。